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髌骨和皮下胫骨。皮下胫骨就是胫骨在皮肤下面的一个形态，它没有肌肉包裹，也没有脂肪的遮盖，它是皮肤紧挨着骨头的，就好像皮肤直接固定在骨骼上一样，也就是这个面。它在腿部的内侧。那么胫骨的截面是一个三角形，那么这个三角形的这条边，内侧的这个边，就是皮下胫骨的位置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图，这里就是髌骨和皮下胫骨。皮下胫骨我们只有在内侧和前侧的时候能够看得到。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是股四头肌，那么股四头肌它有4个部分：股直肌、股外侧肌和股内侧肌，还有一块就是被这3块盖住的在深层在里边的叫股中间肌。那这块肌肉的区域比较大，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得到，它占了整个膝盖部分前面，整个膝关节、膝盖骨的上边的前面、侧面、内侧面、外侧面、前面，包括从后面也都能够看到它的部分。所以说呢，这块肌肉比较大，它所占的面积比较多。现在出现的这一条呢，它叫缝降肌。缝降肌之前我们讲过，缝降肌呢上端是从髂前上棘开始，然后它的下端就结束在膝盖这个位置，在膝盖的这个位置的胫骨上，然后在胫骨的底面。我们从后侧也略微能够看到一点点，然后这是膝盖内侧的一个主要结构。然后现在看到黄色的这个部分呢，是髂胫束。髂胫束是一条比较长的韧带是一条肌腱。髂胫束在前面我们讲臀胯部结构的时候呢讲过，那么它结束的位置呢也在胫骨上，在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结构都是大腿上的肌肉，然后呢它们从上面下来一般都会附着到胫骨上或者腓骨，也就是下半部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块呢是胫骨前肌，顾名思义它是在胫骨前面的一条肌肉，它遮挡的呢是这个三角面的另一个面。如果把胫骨的横截面画出来，这一个三角形，那么这条边呢就是皮下胫骨，前面没有肌肉，那么这条边前面就盖着的是胫骨前肌。那么从内侧的角度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胫骨前肌露出来非常窄的一条。然后我们看到的这里呢是小腿上所覆盖的比较大块的一个肌肉，它主要存在于小腿的后侧。那么在小腿的侧面呢也有，它是整个包裹着小腿的侧面、内侧面、外侧面有一些，以及整个的后边这块肌肉也是比较大的。它呢是小腿的3头肌，包括2个部分，一个是腓肠肌和比目鱼肌。这个腓肠肌它主要存在于小腿上，但是呢它开始的位置是在大腿骨上，也就是在股骨上。我们从这个后视图可以看到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开始。我们从前侧、外侧这边和内侧这边都能看得到，也就是这块肌肉它是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。我们看大腿上面的肌肉和小腿上面的肌肉分别是交错着附着的。上面的肌肉呢附着到胫骨上，下边的肌肉呢附着在股骨上。这里是股骨，这里是胫骨。假设这是一个膝盖的侧面，然后胫骨上面的肌肉呢附着在股骨上，然后股骨上的肌肉呢附着在胫骨上，它们有这样的一个交互附着的一个关系。所以我们在研究膝盖这个关节这个部位的时候，我们大多是在研究大腿上肌肉、小腿上肌肉，它们在膝关节这个周围的一个附属情况。膝关节上面没有一个独立的专属于膝盖的肌肉，它们都是大腿上的肌肉和小腿上的肌肉。让我们继续往下看，这里是半腱肌和半膜肌。我们从后视图里面可以看到，它存在于大腿的后边的内侧，然后它结束的位置它结束的位置从后侧逐渐往前走，它结束到缝降肌这里它结束到它和缝降肌呢在一个位置结束。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块叫股二头肌，它在大腿的后边，它在后边的外侧。我们大腿后侧的肌肉大概有2个部分，一个是在内侧，一个在外侧。内侧呢就是半腱肌和半膜肌，它们是2块肌肉，但是功能呢位置都差不多，所以呢在这里呢我给它归纳到一起。然后外侧呢这个是股二头肌，它所附着的这个位置就是腓骨头，这就是我们膝关节周围的一个解剖结构。